谢胜、柳嫣儿，这一次你们休想再拿我当挡箭牌！阿嫣，阿嫣，这好像是贵妃娘娘的小名吧？难道他们俩？谢胜，你方才唤谁？皇上，臣以弱冠，想趁着今日宫宴的机会，求娶林家嫡女林淑嫣为妻。原来谢世子方才唤的是他的名字，都请旨赐婚了，他们二人估计早就暗通于曲了。前世也是如此，谢胜为了掩饰他脱口唤出贵妃小名的危机，强行拉我下水做挡箭牌。皇上，臣女与谢世子并不相熟。阿嫣，你别闹了。另外，臣女的小名不叫阿嫣，方才谢世子所唤之人一定不是臣女。谢胜非等闲之辈，他是世家精心培养出来的继承人。前世谢胜在这一日求娶了我，排除了危机。他扶持贵妃的儿子登基，一路登青云，官办摄政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难产那日，已是太后的柳嫣儿特意出宫一趟。林淑嫣，托了哀家的福，你才能嫁给盛哥哥。盛哥哥那日求娶你，无非是因为你名字里有个同音字，你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挡箭牌罢了。你头一个孩子是盛哥哥亲自动了手脚让他流掉的，不被爱的孩子没资格活下来。盛哥哥的儿子只有哀家才能生。林淑嫣，你染指了不该碰的人，哀家亲手送你上路。敢刺杀哀家！你与谢胜害我至此，我拉一个垫背的，不过分吧？不，哀家还没活够。你没活够，那我呢？你与谢胜暗度陈仓，凭什么要我付出代价？这会对我凶，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，为何不早些告诉我？可是他以前总与我作对啊，感情他暗恋我。后来霍少游处处和谢胜对抗，25岁那一年被诬陷通敌叛国。启禀摄政王，边关截获密信，信中所用暗记与霍家军印相符，臣从未通敌。臣愿交出边关军报粮草簿册，请朝廷彻查。霍少游、密信、军印、证人皆在，你还要狡辩到何时？谢胜，是你做的局。本王只是奉旨查案，霍将军若清白，自有国法还你公道。可我知道，他等不到公道了。别怕，阿嫣，别与我置气了，可好？我不是换你，还能换谁？皇上，林谢两家素来不和，可真心相爱之人又有何错？他还好意思说？前世帝王赐婚之后，我便成了林家弃女。谢胜生怕被人知晓他与贵妃之间的丑事，一口咬定早就与我私相授受。皇上，臣女与谢世子绝无私情。皇上，臣女的小名叫皎皎，此事至亲好友皆可以作证。皇上，臣父孙女的小名的确叫皎皎，从未有人唤她阿嫣。臣女与谢世子只有几面之缘，也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臣女与他并无任何私情。想来谢世子方才所唤的阿嫣是另有其人。没记错的话，柳贵妃的名字中便有一个嫣字。哎呀，贵妃姐姐入宫之前与谢世子可是青梅竹马呢，难不成谢世子方才唤的是贵妃姐姐的小名？皇上，臣妾什么都不知道呀。别再跟我闹了，会让旁人误会的。我会说服家族，明媒正娶你。皇上，臣女不知谢世子为何会喊错人，也不知他为何一口咬定与我有情，但臣女心中的确有心上人，正是霍家四郎霍少游。皇上不信的话，可以将他从边关叫回来问话。好，来人，即刻书信一封去北境，将霍少游叫回来。
朕倒要看看到底谁在欺君。臣女谢主隆恩。林淑烟，我乃谢家少家主，京都多少女子想嫁我，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，你何不直接同意？你们林家可不止你一个女儿，林家能给你的东西，我可以加倍给你。谢世子慎言，林家的确不止一个女儿，但也不会堕落到嫁入世仇之家。谢世子，你自诩第一名流，总不会连自己的相好都认错吧？老身的孙女已经说得明明白白，不曾与你定情，你休要纠缠。世家亲情多以利益为先，前世我成弃子，今生我展现了价值。既然家族护我，我便让家族成为我复仇的利刃。谢家当真大胆，莫不是想混淆皇家血脉？父亲息怒，佼佼所言那噩梦之事虽匪夷所思，但今日宫宴谢圣之举，恰恰印证了。祖父，在我的梦里，真真切切看到小皇帝就是谢圣的儿子。谢圣为掩盖丑事，想拉我与林家下水做挡箭牌。孙女无奈，只能谎称与霍少游早已有情。若霍少游否认，你可是犯了欺君之罪呀！祖父放心，他绝不会否认。你这丫头倒是机灵，既然谢家如此卑鄙，我们林家女绝不进谢家门，那就趁此机会狠狠打压谢家。只要我们坐实了谢圣与贵妃的不耻情形，谢家此次必定遭受重创。佼佼，你便是我们林家的大功臣。各位听说了没？谢世子与柳贵妃那可是青梅竹马。有人曾在东城杨柳堤亲眼看见他俩亲嘴儿，真的假的？那杨柳堤可是谢世子亲手为贵妃种的呢。有人还撞见他们在茶楼私会，孤男寡女共处一个时辰，也不知在里头干什么勾当。来人，抓细作，把这嚼舌根的说书先生统统给我抓起来！谢圣，你以为抓人就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？有些事你越是不让说，皇上心里的疑影就越重。我倒要看看你这盘死棋如何下。角角，你还有心思看账本？外面天都要塌了。谢家那些兵马石的人简直像疯狗一样，见人就抓。让他们抓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，压得越严，反噬越烈。可是要是霍少将军赶不回来，或者他不愿替你作证，谢圣一定会借机发难，甚至说你造谣欺君，强娶你过门。他没那个机会。小姐，有紧急密报。你先去外间喝口茶，我处理些家事。说，小姐，霍少将军接到圣旨后，连夜快马加鞭回京。谢世子抓住了这个破绽，雇佣了江湖死士，准备在半路截杀。他想杀人灭口，死无对证。霍少校，你果然还是这么傻。前世你为抢我的尸首，一人独闯谢府，今生听闻我卷入危机，连命都不要往回赶。立刻去账房取重金，世家护员对付不了死士，我们就花重金去请江湖上最顶尖的高手，日夜兼程前去接应霍少将军，务必赶在谢家死士动手前把人给我活着带回来。谢圣这盘棋，我陪他下到底。霍将军得罪了，有人买你的命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小姐，人虽救回来了，但伤势过重，眼下昏迷不醒。谢世子这次下了血本，连环追杀，兄弟们拼死才把人抢出来。他已不是记忆中那个总爱抢我糕点的青涩少年，面部轮廓变得刚毅。可是他这一身的伤，都是因为我将他拉入这局权谋棋盘所致。疼吗？就差一点儿。哎呀！
林淑烟，你干什么？霍少游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你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当什么都没发生？生气了，我压疼你了。你的腰还好吗？林淑烟，你什么都不懂。霍少游，你醒了。你是谁？失忆了。霍少将军一路奔波，数日不曾歇息，耕地的牛都没他累，加之他身上数道伤口，失血过度，这才导致昏迷。不过他脑袋完好，脑中并无堵塞，按理说不该失忆。果然在装失忆。时隔一世再见，很欢喜，那就逗逗他吧。少游，你醒了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舒烟啊。我为何会在这里？你我是什么关系？你我早已有情，你本打算此次回京娶我的。谢世子在御前扯谎，非说他与我是一对有情人。你此次回京，是皇上授意让你回来做人证的。你是说，你与我才是一对有情人？我为何要信你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少游，你我从小就认识，你想要什么证据？你经常偷偷摸摸来我院里，你忘记了吗？你还喜欢爬我家墙头。你所说的证据不足，你敢不敢亲我一下？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不愿意也无妨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。这些大人真是不分场合，不成体统。爹娘如此，堂哥与表姐也是如此。霍少将军仿佛吃了灵丹妙药，脉搏强劲如牛。不过到底身中数刀，还得仔细将养，莫要剧烈动作。爹娘让我来看看堂兄，还说让堂兄全力配合表姐与林家，不可违背表姐的意愿。表姐让堂兄做什么，堂兄就得做什么。娇娇，我身上这么多伤疤，你以前也这样细心照料过我吗？你怎么不给我吹吹了？娇娇，你以前对我说过哪些情话？现在就说来听听，说不定能帮我恢复记忆。你伤势已无大碍，还是回将军府休养吧。我得尽快康复，才能去皇上面前作证。娇娇，霍少将军再有几日就能入宫面圣，届时谢圣一定还会拿出其他手段应对。祖父、叔伯们，角角命人私底下调查了谢家男子的特征，你们且看看是否属实。此事事关皇家血脉，姿势体大，角角有10成把握，方可捅破窗户纸，否则一旦皇上迁怒，与林家不利。祖父放心，孙女还在继续找人证。娇娇，我入宫作证之后，你不会卸磨杀驴吧？我可告诉你，只要在皇上面前承认了你我2人的关系，你就不能反悔。我也是要名声的，更是一个传统的男子，你要尽早对我负责，别让我等太久。男子的好时光也就这么几年。好，谢圣一倒台，你我就成婚。当真？你愿意娶我？霍少游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你与林淑烟是何关系？回皇上，臣与角角早已互诉心意，臣本打算此次回京就去林家提亲，只是万没想到会有人妄图污了角角的名声。皇上，林淑烟与臣也早就互生情愫，臣所言非虚。那日宫宴上，臣所唤之人就是他。哦，谢爱卿，你有何凭证？林淑烟为何一口咬定
霍少游才是他的心上人。皇上，林淑烟与臣闹了侠和，还在跟臣赌气，只因臣看过他的身子，却没有及时去提亲。皇上若不信，臣可以准确说出他身上的私密胎记。谢生，你无耻！我身上的确有胎记，知晓此事之人还活在世上，唯有我的乳娘，乳娘绝无可能出卖我。眼下的他也重生了。淑烟，你的小名的确叫皎皎，可你也私底下对我说过，让我称呼你阿烟。你身上的私密胎记，若非亲密之人，如何能看到？你乖些，莫要再与我置气。我下月就去林家提亲，可好？说到私密之事，我也知晓谢家嫡系男子皆有一个共同点，那便是小拇指与无名指一样长。谢世子一口咬定那日宫宴所唤之人是我，莫不是为了保护某些人？没记错的话，柳贵妃的小名正是阿烟。臣女听过一个话本故事，故事中等到妃嫔生下她的孩子，她便大力扶持慈儿登基，而那权臣则成了亚父，不仅权倾朝野，还霸占了太后。皇上，林淑然是污蔑，臣妾冤枉的皇上。贵妃娘娘，我几时说过你就是画本中的嫔妃？你心里若没鬼，为何要往自己身上套？皇上，林淑烟满嘴荒诞，妄议皇家血脉，其心可诛，速将他赐死。谢世子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心上人，为何你又想让皇上将我赐死？皇上，皇家血脉不可儿戏，尤其五皇子还是储君备选人之一。臣女虽无一官半职，但也是大千子民。臣女恳请皇上彻查，以保血脉之纯正。来人，将五皇子带过来。另外，再宣太医院院判。滴血验亲。皇上，滴血验亲并不可信，但臣这里有一种药剂，可让至亲血脉的血液相融。皇上，药验已明，二人血脉相连。柳氏，原来如此。所谓早产，不过是你们欺君乱嗣的遮羞布。当初朕就觉得奇怪，为何6个月的早产儿会比足月的孩子还要大？原来是你入宫之前就怀上的。皇上若再细查，定会发现当初接生的稳婆、宫婢、御医悉数不在人世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死于非命。世间没有这么巧的事，唯一的可能就是被灭口了。圣哥哥，救我！完了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皇上，臣也是一时糊涂，是柳嫣儿，是她入宫之前蛊惑臣，是她非要献身给臣。为什么？圣哥哥，你为何要这样说？明明是你说对我念念不忘，不甘心让我入宫，是你缠着我不放。你胡说，休要毁我清誉。是你说要让我们的孩子坐上太子之位，你现在莫不是毁了？可这一切都是你一手促成啊！你不能将罪过都怪在我头上。来人，将五皇子从玉蝶除名，贬为庶人，押入宗人府严加看管，终生不得出。父皇，儿臣不知情，儿臣是您的皇子啊！不，皇上他是皇子，他是臣妾的儿子。沈哥的儿子会是太子，将来也会是九五之尊。沈哥哥承诺本宫，一定会让本宫成为天底下最尊贵的来人，褫夺柳氏贵妃头衔，将她打入冷宫。至于谢胜，押入天牢，交三司会诊，按谋逆乱嗣重罪论处。皇上，诸位皇子的药验结果皆不相合，唯有公主确为皇上血脉。皇上，快参汤！皇上这是怒极中风，气脉已乱，只能先以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。院宽，皇上还能撑多久？
公主是皇上嫡亲血脉，其母是宫婢出身，无母族之应。林家只要扶持公主登基，这大钱江山，日后就是咱们林家说了算。与其从皇室宗亲里挑一个野心难测的男子，不如扶持这位被冷落多年的公主。可她终究是个女子。祖父，凡事都有先例，公主为何不能成为女帝先例呢？与其从皇室宗亲选人，不如就挑无人问津的公主，她最容易掌控。祖父，我会与霍少游尽快完婚。林、霍两家的姻亲更加稳固，两家文武联手，定能让公主继承皇位。祖父，这可是林家崛起的大好时机，百年难遇，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。国不可一日无主，公主乃皇上唯一血脉，臣等恳请册立公主为皇太女，以安朝野。奉百官奏请，册立公主为皇太女，入主东宫，暂设储君之位。谢家已经与谢生彻底决裂，将其划出族谱。谢家这是断尾求生，准备让谢生一人背锅。不过谢家的势力一向盘根错节，一时间还真是无法连根拔起。谢生，小爷都舍不得欺负的人，胆敢差点毁他一生，小爷今日就解决了你！等等，就这么让他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少游乖，我要亲自处理他。你莫要插手，先回去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看在前世的份上，你难道就不念一丝旧情？谢胜，你如今已是谢家弃子，被家族抛弃的滋味，你感觉如何？我不会让你轻易死，你前世欠我的，我会让你用余生慢慢偿还。记入罪籍，送去苦力坊严看，别让他死，也别让谢家灭口。谢胜随身财物已清点，玉佩碎银银票共折100两，换成散银，明日送去城外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功德？册封礼成，皇太女受御册玉玺。皇上驾崩了！国不可一日无君，皇太女已受册封，当即刻登基，以安民心。胡闹！自古哪有女子登基的道理？先帝还有宗嗣皇子在，理当从宗室中择贤而立。靖王此言差矣，亲下诏书，册立公主为皇太女，这是铁板钉钉的事。如今先帝驾崩，皇太女继位，乃是名正言顺，谁敢违逆先帝遗诏，便是谋逆。末将奉先帝遗诏，护卫皇太女登基，有敢作乱者，严惩不贷。这只是暂时的平静，真正的风浪还在后头。皇太女刚受册，先帝就驾崩，莫不真是妖精？女子登基，怕是要遭天谴啊！是谢三郎干的，他趁着夜色，带着兵马署的人换了便装，放火烧了粮仓，还散播谣言。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，但他提前跑了，应该是躲进了谢家的别院。不用抓。现在抓了他，谢家只会说他是个人行为，与家族无关，顶多杀了他谢罪，伤不了谢家根本。留着他还有用。可粮仓被烧，再过几日江南道就要送急报了。今年江南雨水多，必然会发大水，到时候没有赈灾粮，会出大乱子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已经让祖父上书，举荐我为江南道安抚使，亲自去江南赈灾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江南是谢家的老巢，谢三郎肯定已经提前过去了，他一定会趁机害你。
而且江南水灾之后必发瘟疫，你一个女子怎么能去那种地方？正因为是谢家的老巢，我才要去。谢胜倒台后，谢家的势力大多缩回了江南。这次粮仓失火，就是他们给我的下马威。如果我躲在京城不敢去，不仅会被朝堂上的反对派耻笑，还会让谢家更加肆无忌惮。只有亲自去江南，拔掉谢家在那里的根基，才能永绝后患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我向皇太女请旨，担任江南道行军总管，带兵护送你。谁敢动你一根手指头，我绝不放过他。前世我孤身一人在谢府挣扎，受尽折磨，从没有人这样护着我。这一世有他在身边，真好。好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凡事听我的安排，不能冲动。都听你的。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让我打狗，我绝不撵鸡。太女有旨，封林淑烟为江南道安抚使，总领江南赈灾、防疫、查滩诸事。霍外帅为江南道行军总帅，5000禁军随行。娇娇啊，江南路远又多灾多难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霍小子虽然毛躁，但对你是真心的，有他在，祖母也放心些。记住，凡事不要逞强，实在不行就回来。林家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娇娇，这次去江南不仅是为了赈灾，更是为了你自己。朝堂上反对你封女侯的人不少，他们都说你是靠着林家的势力才爬到今天的位置。如果你能在江南做出成绩，让天下百姓都信服，到时候封女侯就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了。孙女明白。祖父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，也不会让林家失望。安抚使印证赈灾文书、药材名次皆已备齐。启程。这些狗官，朝廷每年都拨赈灾款，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百姓饿成这样？因为赈灾款都进了他们的腰包。江南是鱼米之乡，本是富庶之地，却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，都是那些贪官污吏和谢家勾结的结果。封府衙、控账房、府库钥匙与近5年赈灾账器一样都不许少。下官不知安抚使这是何意，下官清清白白，岂容随意构陷？这种狗官，还留他做什么？不用急，你不说没关系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这是从你家密室里搜出来的账本，上面清清楚楚记着你每年给谢家送了多少银子，多少粮食。你以为谢家会保你吗？谢胜现在自身难保，谢家巴不得你赶紧死，好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你身上。我说，按王怀安供词，封谢家粮仓与商铺，账册、粮袋、银箱一样都不许漏。回大人，粮仓内共搜出粮食数百万道，暗库白银上千万两。开仓放粮，先设周棚，老弱病者先领，谁敢克扣1粒粮，立斩不赦。林大人请帖。前世我被困在深宅大院里，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站在这里，为百姓做些实事。林大人，清热解毒的方子已经用尽，可一时仍压不住。药价又涨了，我们哪里买得起啊？前世这场瘟疫持续3个月，江南死伤无数，我不能让历史重演。霍将军带人搜遍谢家仓库，只找到这些药材。谢三郎这个混蛋，他肯定是把药材都藏起来了，想等着瘟疫扩散，
让我们困死在江南。别急，我记得这场疫病可用一种叫青蒿的草药压住。林大人，青蒿只是普通草药，多用于清热解暑，如何能治瘟疫？普通针煮自然不行，要将青蒿绞汁，取汁入药，立刻派人去城外采集，按我说的方法试制汤药。娇娇，太危险了，万一你被传染了怎么办？如果我不进去，怎么知道药效如何？放心，我会做好防护。慢些喝，别急，喝完我让太医给你记脉象。娇娇，别撑太久，呼吸比方才稳了一些。林大人，服过青草汤药的人，高烧都退下来了。先前咳血最重的几人，也不再咳血了。林大人救了我们！继续熬药，按名册分发，老人、病患、孩子先领。三郎，苏州疫事已经被林淑妍压住了，百姓都在领他的青草汤药。林淑妍这个女人，竟然连瘟疫都奈何不了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杭州府临安县会发生大地震，让我们的人趁机煽动百姓，就说这是女子登基、女子干政招致的天谴。小姐，谢三郎从一个云游道士口中得知，3日后临安县会发生大地动，他准备借此煽动百姓，说这是女子登基、女子干政招致的天谴。前世临安县确实发生过一场大地动，整个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。立刻集合队伍，前往临安县，通知临安县县令，让他立刻组织百姓撤离，所有百姓必须在3日内撤出县城。我去点兵，今夜就走。林大人，您这是危言耸听。临安县自古以来就没有发生过大地震，怎么可能说地震就地震？您若因疫病之事劳累过度，可以先歇几日，莫要在这里扰乱民心。我没有妖言惑众，3日后午时，临安县必有大地动。如果你不组织百姓撤离，到时候死伤无数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担不起也得担。我是朝廷命官，只听朝廷的命令，没有朝廷的圣旨，我绝不会组织百姓撤离。万一地动没有发生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霍少行，传令下去，禁军接管临安县，强制组织百姓撤离，有敢借机阻挠救灾者，以谋逆论处。是。这群人被煽动到如此地步，必须尽快找到幕后黑手。她是妖女，她想把你们骗出城，好霸占你们的房屋田地。我们不相信你，我们死也要死在家里。娇娇，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乡亲们，我知道你们不信我，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3日后午时，在临安县一定会发生大地动。如果地动没有发生，我愿当众卸任领罪，任朝廷重罚。如果地动发生了，你们留在这里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们想想你们的孩子，想想你们的父母，难道要让他们和你们一起葬身废墟吗？好吧，我们相信林大人。我们这就收拾东西撤离。老人病患先走，禁军分项护送，不许扰民。所有人稳住！护住老人孩子，往后退！地动了，真的地动了！天啊，城塌了！
多谢林大人救命之恩。林大人是活菩萨。都起来，先护好老人孩子。你们能活下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拿下！放开我！压下去。回京。诸位可听说了？江南水患之后，林大人亲开粮仓设粥棚，救下的可不止1城百姓。更要紧的是，他还以青草药汁压住了瘟疫。何止！我有个亲戚就在苏州府，若不是林大人查封谢家的粮仓，他们一家老小早饿死了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我亲戚亲口告诉我的。我兄长从临安县逃出来的，他说地动之前是林大人强令百姓撤离，那一县的人命都是他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。林大人这是救了1城又1城啊，可不是，真是活菩萨。林大人救的不是一桩功劳，是一条条人命。这样的人，不叫活菩萨，还能叫什么？活菩萨，林大人真是活菩萨，真是活菩萨。臣等恭迎新君，臣等恭迎陛下登牒，请新君授意登牒。新君登牒，百官朝拜。陛下，林大人虽有功于社稷，但自古女子无封侯之力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不要违背祖制。祖制？靖王，请问祖制里有没有说女子不能登基？如今朕已是天下之主，再封一个女子为侯，又有何不可？林淑烟在江南救了数十万百姓的性命，拔掉了谢家在江南的根基，为朝廷收回了上千万两白银和数百万只粮食。难道这些功绩还不足以封一个侯吗？如果你们谁能做到他做的这些事，朕立刻放弃封他为侯的念头。陛下，林大人功绩卓著，民心所向，理应封侯。老臣恳请陛下下旨封林大人为千秋侯，10亿3000户。臣等附议。臣等附议，恳请陛下封林大人为千秋侯。快看，千秋侯来了！那就是林大人，活菩萨，真是活菩萨！皎皎，我的好孙女，你真是太争气了。好啊，林家有你，是林家的福气。侯爷，宅子已制土，请您赐名。就叫千秋府。在想什么呢？在想前世的事。前世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那时候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离开谢府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
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你了。对了，谢胜怎么样了？他被记入罪籍，押在林家苦役坊严看。你的人盯得紧，他跑不了。谢家那边呢？谢家倒是派过人来探过口风，不是想救他，是想灭口。我的人提前发现了，把那几个人连同密信一起交去了大理寺。如今谢家更不敢认他，只能继续装作与他毫无瓜葛。他如今过得如何？没了世子身份，没了家族庇护，也没了昔日那张能骗人的体面脸。每日清点罪籍，吃的是粗粥冷饭，睡的是暗牢木板。每日搬运石料，抄录供词。苦役坊里没人奉承他，也没人怕他。曾经的世子气度已经被灰尘冷意漠视彻底磨平。他从前最看重的脸面，如今半点不剩。让谢生死得太痛快，反倒便宜了他。我要的从来不是一刀了结他的性命，我要他亲眼看着自己从谢家世子、未来权臣变成谢家不敢认、朝廷不肯赦、人人避之不及的罪极之人。如今他已经尝到这个滋味了。前世他用身份、权势、家族把我困在暗无天日的牢笼里，可说到底，我早已不再把谢慎当成我人生的全部。当我站在江南的土地上，看见灾民因为一袋粮活下来，看见狱区百姓接过药碗，重新有了生路，看见那些原本会死在地洞中的人提前撤离，我便明白了，复仇不是我这一生唯一要做的事。我要辅佐女帝，治理好这个国家，让天下百姓都能过上安稳日子。你一定做得到。侯爷，苦役坊送来消息，谢胜已被押往北京劳役所，终生不得回京。临行前，他在供词边角写了一句：若有来生，再也不要遇见你。若有来生，我也希望再也不要遇见他。霍少游，你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我给你绣嫁衣来了。你绣嫁衣？我找了江南最好的刺绣大师，学了好几个月。你看，绣的还不错吧？你为什么要亲自绣嫁衣？因为你是千秋侯，是大钱最了不起的女子。我想给你最好的一切。书上说，亲手绣的嫁衣能保夫妻永结同心。而且旁的公子会的我都会，旁人不会的我还会。我要做这个世界上唯一配得上你的人。霍少将军，你怎么不继续装失忆了？我那不是不好意思吗？那些年我总是欺负你，惹你生气。我怕你不喜欢我，怕你拒绝我，所以才装失忆，想多和你待一会儿。傻瓜，其实从很早以前我就喜欢你了，只是那时候没有发现而已。娇娇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喜欢我？当然是真的。霍不随，我们成婚吧。好，我们成婚。明天我就去林家提亲。
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你林淑烟是我霍少游的妻子。前世的苦难都过去了，以后都不会了。有我在，你再也不用一个人撑着。这一世我不仅报了仇，我有了爱我的人，有了自己的府邸，也终于能掌控自己的命运。你想做什么，我都陪你。你往前走，我就在你身侧。月亮真圆，往后每一年，我都陪你看。不止看月，往后我还要走更远的路。我陪你。我的千秋功业才刚刚开始。